乌军单日歼敌2200人，俄军战损再创历史新高。兵家必争，乌军重装部队投入战场，装甲集群在无人机掩护下，对红军城大门舍甫琴科的俄军阵地发起猛攻。乌军再次空袭俄罗斯伏尔加格勒，罗斯托夫炼油厂再度燃烧。大事不好，摩尔曼斯克俄军北方舰队主要海军基地遭乌克兰袭击，发生强烈爆炸。俄罗斯反对军突袭新西伯利亚。突发，德国发生汽车撞人恐怖袭击，中国限中运动被复制。北约国家驻基辅使馆遭俄罗斯导弹击中，葡萄牙强烈提抗议。普京的噩耗，乌克兰宣布停止所有过境乌克兰向欧洲输送俄罗斯天然气。在这段前线视频里，朝鲜士兵在库尔斯克把自己人击毙了。这是库尔斯克地区乌克兰 FPV 无人机镜头中拍摄到的朝鲜军队士兵，东方亚洲面孔十分明显。同样是在库尔斯克地区的里尔斯克，俄罗斯武装部队的一个军事部署点遭到突袭，被乌克兰 ATACMS 导弹击中，现场一片狼藉。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室，我是远山，请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1月20号，俄乌战争进入第1031天，乌东平原上气温已降至零下9度，但两支斯拉夫军队依然在冰雪中捉对厮杀。截至19日22点，前线共爆发了189场战斗冲突，70多万俄军在1130公里的接触线上全线袭来，从北线库皮扬斯克一直到南线赫尔松，双方都在交火。战斗最激烈的几条战线为库皮扬斯克至博罗瓦至莱曼，希尔维斯克至恰索夫亚尔至托列斯克，波夫罗夫斯克至库拉霍夫至大诺沃希尔卡。根据乌总参发布的数据，在过去24小时里，俄罗斯军队共损失2200人，再创历史新高。此前的最高纪录是11月28日的2030人，俄军损失突破77万。这不仅仅是数字和记录，更是乌克兰人战斗不止的象征。从北向南，库皮扬斯克、博罗瓦、莱曼一线，负责该地区作战的俄军主要包括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近卫第6集团军、近卫第20集团军、波罗的海舰队第11军和志愿者第3军等10万人。与之对阵的乌军集群共有20个旅4万人左右。在昨日的战斗中，俄军向库皮扬斯克的乌军奥斯基尔和桥头堡发起了多轮冲击。乌军第92旅无人机营在第1旅和第77旅协助下，最终击溃俄军进攻，同时摧毁进攻俄军的 T80 坦克2辆、BMP 装甲车9辆，击伤 BMP 8辆和 MTRB 步兵战车1辆，流出的多个视频证实了这一战况。在焦点战场波克罗夫斯克、托雷米夫卡以及库拉霍夫战线上，俄军共集结了15万大军，其中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俄军为7万人，库拉霍夫方向俄军有5万人，托雷米夫卡的俄军约3万人。进攻俄军中包括俄中央集群的3个集团军和第90坦克师。而乌军呢？乌东霍尔蒂察战役集团理论上有57个旅级战斗群，但这57个旅要负责防守从斯拉维扬斯克、恰索夫亚尔、托列斯克直到南顿巴斯的漫长战线。在波克罗夫斯克、库拉霍夫一线作战的乌军仅有28个旅5万余人，双方兵力对比悬殊。俄军昨日从红军城正面发动了猛攻，突破乌军多道外围防线。乌军2天来在南翼反攻，也未能夺回舍甫琴科。舍甫琴科是乌克兰锂资源主要矿脉的所在地，锂是重要的战略新能源。乌克兰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锂矿床，仅顿巴斯锂矿储量就价值高达7万亿美元。这些锂矿资源正是战后重建中能吸引西方投资者的重要砝码。
为了夺回红军城南大门舍甫琴科这个兵家必争之地，确保红军城库拉霍夫防线畅通，乌军的重装部队昨日也投入了战场，装甲机群在无人机掩护下，对舍甫琴科以北的利夫斯卡、乌克兰卡俄军阵地发起猛攻，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库拉霍夫方向的战斗主要集中在南部和东南部，双方围绕着城区中部反复拉锯。俄军突入城区虽一周了，却始终无法迫使乌克兰放弃阵地后撤。南线赫尔松的战火也开始蔓延，俄军在炮击了卡霍夫卡大坝下游的托茨基岛后，地面部队开始进攻，被乌军击溃。库尔斯克战场上，朝俄联军昨日从3个方向对乌军阵地展开强突，虽然损失惨重，但取得了一定的战术进展。在线地图显示，俄军收复了克列涅沃西南和苏贾以东3个定居点。流出的视频中，俄军前线野战医院中挤满了受伤的北韩士兵，大多数伤亡来自乌军 M14 地雷以及无人机。12月20日，乌克兰基辅遭到5枚伊斯坎德尔 MKN-23 弹道导弹和2枚 KH-47M2 匕首航空弹道导弹的袭击。俄国防部称，对基辅的导弹袭击是对12月18日俄罗斯罗斯托夫州卡缅斯基联合化工厂遭袭的报复。12月18日，乌军发射暴风营导弹，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最大的化工厂卡缅斯基工厂，导致2座建筑物严重受损，损失有待澄清。12月19日，乌军无人机还袭击了俄罗斯西沙赫廷斯基炼油厂，该厂是俄南部最大炼油厂，年产能750万吨，已确认催化劣化装置受损。这不是该炼油厂第一次遭到袭击，上次遭袭维修大半年后又遭到袭击。同一时刻，俄罗斯伏尔加格勒、摩尔曼斯克都发生爆炸，特别是摩尔曼斯克是俄北方舰队主要海军基地，乌克兰显然一点都不含糊。距离12公里外的摩尔曼斯克和北莫尔斯克的居民报告说，12月19日星期三晚上发生了2次强烈的爆炸。媒体报道表明，它们可能发生在俄罗斯北方舰队的主要海军基地地区。据挪威新闻媒体巴伦支观察家报的报道称，视频中显示的地点距离北莫尔斯克1军用机场13公里，该机场是一个战斗机、轰炸机和卡27直升机中队的所在地。一个开放式武器库距离现场11公里，在北莫尔斯克1号的西北部，有几个包含移动防空导弹和电子战天线的设施。媒体报道称，视频中的爆炸类似于大量弹药的引爆。摩尔曼斯克基地是俄罗斯北方舰队的主要基地，使俄罗斯能够控制北极航道，并提供进入北冰洋的通道。由于摩尔曼斯克是一个难得的天然良港，它还支持水面舰艇和核潜艇的进出。在这里，俄罗斯北方舰队对北约部队可以进行侦察和反制措施。摩尔曼斯克是北方舰队指挥中心、弹药库、维修码头和舰队控制中心的所在地。它也是测试场所，尤其是打击乌克兰的锆石导弹的测试场所。从摩尔曼斯克到乌克兰的直接距离约为2000公里。北方舰队舰艇也是口径导弹的航母。俄罗斯在战争期间一直在向乌克兰发射这种导弹，所以说乌克兰的这次打击极具现实意义和象征意义。另据开源情报技术报道，当地时间12月20日夜间，乌军向伏尔加格勒各地发射了无人机攻击群，随后城市的上空就发生多起巨响，并伴有无人机的轰鸣声。目前还不能确认俄军的防空系统是否击落了无人机，但从现场披露的视频看，爆炸效果还是很明显的，而且有强烈的火光出现。但作为俄罗斯接连欧亚2州的交通枢纽地带，伏尔加格勒的位置一直十分特殊，还有着南部粮仓的称号。时隔2个月，俄罗斯领土上再度传来了反对军的活动轨迹。最新消息，俄反对军突袭了新西伯利亚地区。诺尔报告报道，当地时间12月19日前后，俄罗斯3大反对军之一的自由军团突入到新西伯利亚的一个军事基地。随后，他们在夜间焚烧了几辆俄军的油罐车，接着在拍好视频后，安全撤离了现场。画面中的油罐车正燃烧出熊熊大火，
不久就传出剧烈的爆炸声，响彻了基地周围。目前，俄罗斯方面还没有回应此事，详细信息有待进一步验证。不过，2024年以来，反对军已多次攻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除了自由军团外，其他2支反对武装俄罗斯志愿兵团和西伯利亚营也都十分活跃。早在今年3月，反对军还攻入俄罗斯边境的别尔哥罗德州，一度建立起了据点。这实际上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前，俄罗斯最先被攻破的土地。区别只是这次发动袭击的同样是俄罗斯人。另据报道，俄罗斯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射的其中1枚导弹，在周五击中了葡萄牙驻基辅大使馆的建筑物。葡萄牙今天强烈谴责俄罗斯周五黎明对基辅发动的导弹空袭，该次袭击破坏了多个外交使团设施，包括葡萄牙、阿根廷、阿尔巴尼亚和黑山的外交使团建筑。据葡萄牙政府在一份新闻稿中表示，由于俄罗斯驻里斯本大使缺席，俄罗斯联邦代办已被传唤至外交部接听葡萄牙提出的正式抗议。他列举了阿根廷、阿尔巴尼亚和黑山等外交使团设施也遭到损坏。法新社说，上述国家驻外设施同享同一栋大楼。葡萄牙外长强调，破坏或针对外交设施的袭击是绝对不可接受的。消息没有提及葡萄牙驻基辅使馆遭损坏的具体情况，是否直接被俄罗斯导弹炸击，或被俄罗斯遭乌克兰防空拦截的导弹碎片所损坏。葡萄牙是北约国家，看看接下来北约怎么回应。突发，伊斯兰恐怖分子用汽车对德国东部的圣诞市场发动恐怖袭击，撞死至少11人，伤60余人，现场画面十分惨烈。当地政府周五12月20日晚间表示，这名嫌疑人是一名50岁的在当地工作的沙特阿拉伯籍医生，嫌疑人是单独行动的。FT 中文网的最新消息，川普团队通知欧洲，美国将继续援助乌克兰。与此同时，未来的美国政府将要求北约成员国将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这可是一个不小的增长。看来欧洲的北约国家躺在美国羽翼之下享受太平、占便宜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联合国大会12月17日通过了关于乌克兰被占领土和被侵犯人权的行为决议。大会要求俄罗斯立即停止对乌克兰的胡作非为，并在其公认的国际边界内从乌克兰领土上撤出所有武装部队。该决议获得81票赞成、14票反对、80票弃权。值得注意的是，该决议首次将乌克兰战争定性为侵略战争。乌克兰国防承包商 Verizon 完成了乌克兰第一架完全国产的 FPV 无人机的组装，该无人机采用本地组件，以减少对中国供应商的依赖。12月18日，北约秘书长吕特与泽连斯基会面时表示，北约不仅将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还将购买乌克兰制造的武器。他还指出，盟国已向乌克兰提供19套防空系统，以保护关键基础设施。泽连斯基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马克龙特别强调，和第一天一样，法国仍然站在乌克兰和乌克兰人民一边，帮助乌克兰赢得战争。法国将帮助乌克兰训练第2个旅，还将为乌克兰提供更多装备。英国首相斯塔默与川普通话，在电话交谈中强调，需要继续支持乌克兰，确保乌克兰处于最强大的地位。不得不说，关键时刻还得是英国，这表明即使川普放弃，欧洲也不会放弃乌克兰。英国最近宣布向乌克兰提供2.25亿英镑援助，包括9200万英镑用于海军装备，6800万英镑用于防空，2600万英镑用于备件，3900万英镑用于反无人机系统和防护装备。英国国防大臣希利说，伦敦将在国际舞台上帮助基辅，对乌克兰人的支持不会停止。希利还强调，俄罗斯不会在乌克兰获胜，无论需要多长时间。12月18日，世界银行批准向乌克兰提供20.5亿美元贷款，其中一部分是美国贷款，且首次由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收益提供资金。其中10.5亿美元贷款通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资助，
另外10亿美元来自美国提供的200亿美元贷款，这是七国集团500亿美元贷款的一部分。乌克兰首次从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收益获得资金，而且不用偿还。美国和欧盟还在讨论没收俄罗斯3000亿美元冻结资产，以资助乌克兰。显然，俄罗斯正付出代价。阿拉伯媒体18日消息，俄罗斯败走叙利亚后，沙特紧随其后宣布，销往亚洲的石油全部降价，销往北美的石油保持原价。据悉，沙特此次原油降幅较大，每桶石油价格下调约5美元。这一举措使得亚洲国家石油进口成本大幅度下降，对亚洲国家的经济发展无疑是利好。分析人士指出，沙特此次原油大幅度降价，不仅是对俄罗斯的反击，更是对亚洲市场示好。随着亚洲经济快速发展，沙特希望能够在该地区扩大市场份额，提高石油出口量。估计未来一段时间，国际油价会出现一定波动。沙特此举对于严重依赖能源经济并受到国际制裁的俄罗斯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雪上加霜的是，最新消息，乌克兰宣布从明年1月1日起，停止所有通过乌克兰向欧洲输送俄罗斯天然气的活动，态度坚决而肯定。泽连斯基称，合约到期后不会再续，不会让俄罗斯借此赚取数以10亿美元计收益，用以投放到侵乌战争之中。经乌克兰管道中断，对中欧依赖俄罗斯天然气的国家打击最大。对此，美国负责能源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泰亚特表示，欧洲应利用俄乌合约到期的机会，果断结束对俄国能源依赖，并对欧洲将美国液化天然气作为其能源解决方案之一感到鼓舞。俄乌战争对两国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军事方面，还有更深层次的经济领域。有报道称，乌克兰在经济战上超过了俄罗斯。经济学人近日发文分析，乌克兰在2024年的几项关键经济指标上超过了俄罗斯，比如 GDP 的成长预测以及货币的稳定性等。这意味着，自2022年全面战争以来，基辅首次赢得了对莫斯科的经济战。无需讳言地说，这离不开西方的援助，但基辅对经济的决策也是至关重要的。报道同时也披露了乌克兰经济存在的问题，比如能源和人力的短缺。2025年，基辅仍需要西方伙伴的支援。俄方尚未做进一步回应。此前，他们曾称俄罗斯的经济势头正猛。不过，早些时候卢布的下跌还是显示出了西方制裁对俄经济的重要影响。普京总统首次承认，俄罗斯经济遇到了很大的麻烦。与此同时，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称愿意在俄乌问题上妥协。俄媒报道，当地时间12月19日，普京在莫斯科举行年度记者会，再度提及了俄乌和谈的议题。会上，普京表示，莫斯科已准备好就乌克兰问题进行谈判和妥协，并声称要基辅也做好准备。他还透露，在开战之初，俄乌双方曾几乎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达成协议，但被英国前首相约翰逊破坏。不过，普京的说法遭到了泽连斯基的否认，后者表示从来就没有什么伊斯坦布尔协议，乌克兰并没有签署草案。众所周知，约翰逊是当初第一个站出来支援基辅的西方国家领导人。在全世界都不相信乌克兰能抵抗俄军的时候，他率先伸出了援手。在那之后，乌军成功守住了基辅，也有了后来西方的大笔援助。另一方面，普京还提到了库尔斯克地区的战事，他表示无法给出收复此地的具体日期。但普京声称，俄军每天都在推进再重新控制库尔斯克的局势。不过，显然乌军在该地的行动也依然活跃，双方的战斗正持续白热化。12月19日，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年度电视问答，在4.5小时的问答环节中解答了70多个问题。整个问答现场，普京显得十分乐观和自信，强调自己拯救俄罗斯，俄罗斯已经从深渊边缘回来了。普京还开玩笑说，没有战争的时候，我们俄罗斯人感到无聊。泽连斯基对普京的表态十分愤怒，在社交媒体抨击普京，称人们正在死去，而他却觉得这很有趣。泽连斯基还愤怒地谴责了普京的表态，强调他疯了，他喜欢杀人，是个老梦想家。
有意思的是，普京还向西方提议来一场技术决斗，地点选在基辅，西方把所有防空技术集中在那里，俄罗斯将用最先进的奥列什尼克导弹攻击，看看能不能拦得住。此言遭到了众多网友的嘲讽。这就好比我找你决斗，要求你不能开枪打我，只能把盔甲戴上，让我用枪射你，看看我的枪法好还是你的头盔硬，岂有此理。在相继清除一批哈马斯和真主党的领导层后，以色列将目光对准了胡塞武装。有消息称，以军准备定点消灭胡塞武装的8个领导人。24媒体报道，摩萨德已经为此制定了相关计划，配合以军最近的空袭行动。早前一天，以色列空军出动14架战斗机，对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和沿海地带发动了猛烈空袭。随后，胡塞武装拥有的所有3个港口都遭到毁灭性打击，萨那也在夜间陷入停电状态，全城漆黑一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于今日发表了讲话，直言在哈马斯和真主党之后，胡塞武装已成为首要目标。此言也释放了强烈的信号，接下来以色列将如何发起打击行动，我们继续观察。另一方面，美国总统拜登派遣高级外交代表团访问了叙利亚。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12月20日，美国最高中东外交官芭芭拉·利夫率团抵达了大马士革，将同叙利亚新领导人朱拉尼会晤。这是自阿萨德逃往莫斯科后，华盛顿方面首次和叙利亚新政府进行面对面接触。实际上，利夫也是自2012年美国关闭驻大马士革大使馆后，第一个前往叙利亚正式访问的美方外交官。美国在叙利亚的角色再度引发了高度关注。稍早时候，美军也开进了叙利亚境内，陆续接管了俄罗斯的军事基地。据五角大楼发言人莱德的最新透露，目前叙利亚有2000名左右的美军，而不是之前外界所传的900人。前几天，英国、法国和德国也陆续派代表团前往了大马士革，叙利亚新政府和西方的接触正肉眼可见的加深。与此同时，伊拉克准备遣返逃到该国境内的原阿萨德军的部队，数量约为2400人。在此前反对军发起攻势之际，这些人曾由叙利亚边境的阿布卡马尔市逃入了伊拉克，其中2000人更是隶属于阿萨德所谓王牌军的第4装甲师，目前他们已由叙利亚新政府接收。另外，曾经叱咤叙利亚政坛的巴沙尔·阿萨德，如今被迫在俄罗斯寻求庇护。然而，即便是俄罗斯，也并不是无条件的避风港，普京不养闲人。据俄媒报道，俄罗斯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委员库兹涅佐夫最近建议，巴沙尔若想获得俄罗斯公民身份，就必须先去帮助重建顿巴斯地区。他表示，为俄罗斯人民服务，才会获得俄罗斯公民权益，获得俄罗斯的庇护。在这个背景下，巴沙尔的名字被提及。巴沙尔是否会接受这个提议？在我们看来，这个决定无疑是艰难的。过去的辉煌让他难以轻易放下，他曾经与普京平起平坐，如今却不得不寄人篱下，服从来自俄罗斯主子的安排。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